3年前师父飞升，把茶馆钥匙往我手里一塞，留下一句把茶馆开下去，每天烧水沏茶，别让门关了，便再没回来过。10年了，每次见面不是打就是吵，从青州州吵到仙都，从筑基吵到化神，今天就还剩这一杯。算了，你觉得这茶？别问，我只是知道进来之前我还想着，一会儿出门怎么骂你，现在忘了。茶凉了，给你换一壶。不用，卡在筑基巅峰10年了，经脉堵死3处，丹药吃光了积蓄，功法换了17种。师傅说我天赋到头，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想，喝完最后一杯茶就算了。这是什么茶？龙井，很普通的龙井。不对，这个味道不是鼻子闻到的，是我经脉闻到的。通了，我没什么值钱东西，这个是我娘留给我的平安扣。不用，喝茶3文，明码标价。不是茶钱，你救的不是我的修为，你救的是我今天这条命。第4个了，这个月说本来打算喝完这个算了的客人。还有茶吗？有，随便坐。随便泡一壶。老头子穷，喝不起好的，捡你剩下的茶叶渣子泡泡就行。不用加钱。是个好闺女。好茶，比上次来的时候好。你以前来过？来过，好多年了。那会儿这铺子还不叫望归，那会儿泡茶的是另一个小姑娘，跟你一样，问她什么茶，她说龙井，普通的龙井，也是从那个暗格里拿的茶叶。没钱，这个当茶钱行不？行，你慢走。闺女，茶馆别关。老了走不动了，就想有个地方喝杯茶。花姐，你会写字？凤凰木，九剑仙的葫芦塞，那个老头。你师父以前跟他喝过茶。花姐，你到底是什么？三合一木，三界一木，这些客人留下的破烂和那件枯枝一样，全都是三界各地失踪的上古灵物，全在我这不起眼的抽屉里躺了3年。三界茶馆还开着吗？我走了很远的路，想喝杯茶，
不方便的话，我明天再来。走了很远的路，不差这一晚。跟你师父长得不像，不过沏茶的手势一模一样。刚才你给九剑仙沏茶，我在巷子口就闻到了。你是谁？思辰，天庭轮值，你师父是我的老上司。300年前他还没下界开茶馆的时候，管着天庭的时令司，我给他打了700年的下手。好久不见。你师父布这间茶馆的时候用了3年，光门框上那3道禁制就刻了7个月。他说怕有人来砸场子，能不能给我沏一壶？什么都行，跟你师父学的手艺，我信得过。一模一样，跟你师父泡的一模一样。你师父泡茶有个习惯，洗茶叶的时候总比人多洗一遍。他说第1遍洗去的是叶面上的灰，第2遍洗去的是采茶人的手，第3遍洗去的是泡茶人心里的事。他教给你了？他教我的就这一句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教。怎么烧水，怎么沏茶，怎么认茶叶，全是偷偷学的。他不教，他说沏茶这事儿没法教，你做多了自然就会了。是他会说的话。你师父当年寄存在我这儿，说等他飞升之后让我还给他的徒弟。我等了3年，本来想等300年，你师父说他的徒弟至少要300年才能把茶馆开明白，没想到3年你就把九剑仙引上门了。3界令，你师父以前拿他管着3界茶馆，现在归你了，用它可以开门，开所有被锁住的门，包括天界的，也包括别的地方的门。思辰，我师父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师父叫苏望归，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，不是真名。真名他从来不说，在时令司的时候也没用过。我以前问过他一次，他说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再告诉我。后来他下界开了这间茶馆，把名字挂在匾额上，望归。我觉得那应该是他离真名最近的一次。望归，时令司管什么的？管时间。3界之中，所有的时辰和季节都由时令司排定，哪一年该下雨，哪一刻该起风，谁的命中该遇贵人，谁的命中该有劫数，全是时令司的事。你师父在时令司的位置上坐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坐了多久。我给他打了700年的下手，但我前面那个人给他打了2000年，再前面那个从建司那年起就跟他了。时令司建成那年是哪年？天界的史官也记不清。他为什么要下界开茶馆？不知道，他忽然就走了。每天轮值，他没来，桌上只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句：去人间开间茶馆，谁爱管时辰谁管。然后他就消失了，天界找了他100年，后来在3界深处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他，就在这儿。他坐在你那个茶台后面，怀里抱着一只猫。猫跟前任时令司大人说，你欠我的那件事现在可以还了。前任大人就是你师父说行，然后猫说帮我保管个东西。他追了你师父100年，从某个地方一路追到了人间。至于他为什么追你师父，你问他，他不告诉我。花姐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妖界的，3000年前跟你师父打了一架，打输了，赌注是帮他看1000年的店，还剩997年。妖界？你是妖界的什么人？打过架的人里排名第2，第1是你师父，第3以后来一个被打回去一个。
你知道他在妖界的排名意味着什么吗？整个妖界除了妖皇，他最能打，而妖皇……你体重翻了3倍，你连柜台上面从窗户飞进来的飞蛾都懒得拍，你每天睡觉的位置连推都推不动。令牌还你了，茶也喝了。最后一件事，你师父让我告诉你。他说，茶馆开着的那天，3界就没人敢乱来。茶还热着的时候，师傅就在。所以你不叫花姐，你叫什么呀？药。苏姑娘，昨日司晨大人在您这里喝了茶，鄙人斗胆也来讨一杯。排队，先来后到，城主也一样。中，安排。鄙人赶最后。天总。姑娘，老道穷，就1枚铜钱，能泡什么茶？龙井，普通的龙井，茶水3文。您这枚铜钱是3文。姑娘，你这杯茶让我记起来我从哪里来的了。我忘了300年，今天记起来了。姑娘，老道能不能再要一杯？贫道300年前是镇守天河北岸的道宗，有人趁我渡劫时毁了我的法身，抽走了我的一段记忆。从那之后，我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从哪儿来，在3界各处流浪，寻找各种天材地宝，酒药灵泉仙露，什么都没用。今天路过这条巷子，闻到茶香，推自己走进来了。我欠你因果，待我找回法身，便以命为茶钱。哈哈哈哈！300年了，天河镇还在。那老头是天河北岸的镇守道宗，他还活着。300年杳无音讯，天河都换了3任镇守了，结果他老人家在茶馆里喝茶。他刚才说流浪了300年，反正这间茶馆的茶让他想起来了。还排不排队？不排我关门了。那个老道士，你认识？下一位，放外面。你用的还是那把破剑，你那把也没好到哪儿去。
花姐，这水到底是什么水？排队，先来后到，插队的以后不卖。这簪子不能碰。这玉簪的主人到底是谁？不打架，不赊账，排队插队的以后不卖。摸猫之前先问猫，猫不理你就是不同意。茶难喝，可以骂老板，但骂完没续杯。我手怎么在发光？我是个文书院的，练了8年字，连灵气都没练出来。院长说我没有修行的命。听说这里的茶能让人破镜，给我来一壶最贵的。没有最贵的，只有1种价，3文1味。茶叶随缘分，赶上什么喝什么。我是碧涛宗宗主柳成渊。哦，柳宗主，喝茶还是3文。普通的茶。我说了，就是普通的茶。姑娘，你茶台上那个东西卖吗？不卖。这一枚灵晶够买下整条巷子，我只要那个簪子。行，姑娘，这个簪子今天在你手里。哼，你不了解这东西，留不住的。花姐，那个簪子到底是什么？断在这里了，我的剑。
不用怕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只是闻到了它的味道。300年了，它被封在那个簪子里，我闻得到它的味道。它一直在叫我，我找了它300年。前辈，茶馆打烊了，明天早上我没有300年可以等了。天亮之前，我要拿回我的剑，哪怕只剩剑意，哪怕碎成渣，哪怕……进来吧。前辈怎么称呼？我叫谢斩，斩断的斩。以前有人叫我斩天剑尊，后来没人叫了。我的剑被折断了，剑名断青。剑是怎么断的？被自己人断的，送给了天界当投名状。他们设了一个局，以旧友的名义约我喝酒，酒里封了一道天仙亲手画的碎剑符，剑在鞘里就碎了，没来得及拔，剑碎了，我的人也跟着碎了，但剑意没有散。碎剑符只能碎剑，碎不掉剑主的剑意。剑意不散，我就不算死透。他们在我的尸骨上镇了一块碑，碑上刻的是天界封命令，封一切与谢斩相关之物。然后他们把碎掉的剑意封进了一枚玉簪里。那枚玉簪，我拿不起来。半死之人碰不了封禁之物，我只能在3丈之内感觉到它，近了反而碰不到。前辈，要不要喝杯茶？我喝不了，没有肉身的人喝不了人间的茶。我感觉不到热，感觉不到冷。300年来什么都感觉不到，但是这是什么茶？普通的龙井。我师父说过一句，他说第1遍洗去的是叶面上的灰，第2遍洗去的是采茶人的手，第三遍洗的可能是喝的人心里那个结。你画的是天界封剑使的徽记，你认识封我剑的人，他自己。所以天界的封剑使，当年折我剑的那位，后来被你师父打了一顿。段青，我来接你了，晚了300年。不带他走，拿不起来，而且他在你这儿比在我身边安全。天界还在通缉我，封剑使虽然不在了，但天界的规矩还在。剑碎了不可怕，剑意还活着才可怕。他们怕的从来不是我的剑，是我还能再铸一把。姑娘，茶钱我现在付不起，但300年前我在断天崖下埋了一样东西，是我在最后一战之前藏的一节剑胚，用天外云铁掺了9天雷霆淬的火，还没来得及开刃，你让人去找，找到了就是茶钱。好，我收了。段青说很喜欢这里，茶很烫，他300年没喝过烫的东西了。这杯茶比我奶奶泡的还好喝。
药，3000年不见，你胖了。我能胖吗？我被你师父关了3000年禁闭，上个月才放出来。你就是苏望归的徒弟。我叫白亨，妖界的，药的老部下，以前在妖皇殿给他管后勤的。妖皇殿的副手，他退役以后我接手了。白环前辈，喝茶吗？喝。3000年没喝你师父泡的茶了，我泡的。我师父飞升了。那就喝你泡的。你师父能教的徒弟，差不了。一模一样，连茶叶放多的毛病都一模一样。你师父泡茶总是手重，说茶叶放少了对不起客人。我来茶馆不是为了喝茶，是来送这个药的旧物。当年他离开妖界的这时候太急，鳞片掉在妖皇殿门口，我替他收了3000年，现在物归原主。给我，这是你的药。你以前从来不在任何地方留超过1夜。你说妖皇不需要窝，你连妖皇殿都不住，睡在殿顶上。风雪雷电全自己扛。现在你为了这只茶罐子，连命灵都不要了。白虹前辈，等一下。前辈认识这个吗？这是天机纸，天机阁最高机密级别的传讯符，上面写的字只有特定的人能看见，不是用眼睛看，是用血看。你师父留给你的，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，滴一滴写上去。苏小棉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师父开的是茶馆吗？因为你师父掌管时令司那些年，看尽了3界所有人的因果和时辰。他说所有恩怨情仇，所有打打杀杀，所有活不下去和不想活，都是一杯茶的事，喝完就过去了，喝不完就再来一杯。花姐，白衡前辈说的命临是什么？命是不是很重的意思？不要了会不会有问题？排队，后面来的站后面，插队的以后不卖。他不知道巡查司是什么吗？知道，他连司臣大人都让排队。坐，喝什么？算了，你也是第一次来，喝龙井吧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天庭巡查司从3品巡查使陆青叶。这是普通的龙井？对，普通的龙井。不对，我修的天眼术，我能看见灵气流动的轨迹。这杯茶里没有灵力，一丝都没有。他不是在用灵力改变人的身体，他是在提醒你原本是什么。我喝了这杯茶，想起来的不是修炼上的事，是我6岁那年，在老家后院种了一棵桃树。桃树从来没结过果子，但是每年春天它都开花。我娘说，不开花也没关系，树就是树。我后来考进了天庭，把那棵树忘了。300年，我想起来了，
我想回去看看那棵树还在不在。巡查完完了，回去看看。你请几天假应该不难。苏姑娘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喝茶。最近3个月，巡查司监察到仙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异常的灵气波动，灵力破境，记忆复苏，经脉重塑，全集中在这条巷子周边300步之内。巡查司立案调查，让我来看看来源。来源就是你。陆巡查使，我开店、烧水、沏茶，收3文钱。有人喝了我的茶破了境，那是他自己本来就差一口；有人喝了我的茶想起以前的事，那是他自己本来就没忘透。我的茶什么都没有，除了水、茶叶和烧水的火。你们天庭巡查司管过愿意开花但不结果的桃树吗？没管过的话，这间茶馆也不用管。我师父开的，我只是替他看着。你们谁有意见，去跟我师父说。他叫苏望归，以前在天庭司令司上班。你们要是能找到他，请他也回来喝杯茶。这是我那棵桃树结的，唯一一次结了1颗果子，果子没长大就落了，我把桃核留了下来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种。放这儿吧，我后院有个花盆，空了3年，一直不知道种什么。苏姑娘，巡查司那边我会写结案报告，但我要提醒你，巡查司不管的事，别的司会管。天庭不只有巡查司，你师父不在了，时令司换了人，新上任的那位和你师父不太一样。这把你认识？3界茶馆，还真的是。你师父把这条巷子藏得太好了，我找了很久。你是谁？天庭时令司新任，我叫季毒。你不是来喝茶的？不是，我来查一件事。时令司的卷宗里少了一页，是你师父离职前撕掉的。那一页记录了一个名字，一个本该在3界界规则之外，却被写进了时令司管辖范围的名字。苏望归把那一页藏起来了，卷宗上只剩一个残角，残角上印着这间茶馆的门禁符文，就是那一页被撕掉的卷宗。那个名字是谁的？苏姑娘，这个问题不该我来回答。你师父撕掉的那一页上写的不是别人的名字，是你。这把你为什么不让我碰？令师苏望归离职时确有一页卷组缺失，残缺部分刚好是你茶馆门禁符文的封印核心。苏小年不在3界，不为谁辱。花姐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师父他抱着我来找你的时候，花姐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这条水路通到师父来的地方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药
帮我看着他。如果季暖来了，就是蛇域。蛇域通妖界轮回井，那是最后一个能拦住他的地方。那个卖栗子的什么时候开始在那儿了？好像是前天。龙井，龙井，苏姑娘，我回去查了你师傅的旧道。苏望归在石灵司任职期间，共处置卷宗147321件，无一错漏，能力、资历、口碑都是石灵司历史上最好的。天庭没有任何理由查他，但他放着好好的石灵司主管不当，跑下来开茶馆，看起来非常不合理。直到我发现了甲一卷宗，那个从来没人打开过的档案，他打开过3次。第一次是在16年前，第二次是在3年前，他离职那一夜。第3次的开启记录是在7天前，一个叫苏小棉的人用3界令的权限远程打开了甲一卷宗，但他大概没有意识到，甲一卷宗一旦被同一个人开启2次以上，石令司的后台封印就会自动激活。一个穿着蓝布围裙、拎着头背手指上沾了茶渍的小姑娘的灵力印记，清清楚楚地留在封印激活记录上。苏姑娘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我是来提醒你，你的存在石灵司的后台系统已经自动上报了，最多在3天，天庭封印殿就会派人来核查甲一卷宗的内容，到时候来的不是我，是封印殿的执事。封印殿执事不核查，他们封东西。寄居大人，你今天来穿的是黑衣，走的是正门，排了大半个时辰的队，坐下来喝了我的茶，你不是来封我的，你是来谈条件的。苏姑娘跟你师父一样聪明，我确实不是来封你的，我是来给你提供一个选择。你师父撕掉的那页卷宗，我可以不恢复；封印殿那边我可以拖；甲一卷宗的上报记录我可以改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你需要主动登记，不是归入石令司的管辖，是登记为自主备案，你依然是自由的，不需要向石令司报告，不需要遵守天庭的因果律令，只是名字写在一个册子上，仅此而已。我师父撕掉那页正风的时候，你在石灵司吗？如果你在，你当时有没有劝他不要死？你不在，你是在他走以后才接手的，所以你根本没见过甲一卷宗上写的是什么。你只是在封印殿的系统中读到了2行残留数据，一个名字，3次开启记录。你追过来是因为你想知道他为什么撕，不是因为你想管我。寄居大人，你今天喝的是我的茶，茶喝了你就是客人，客人可以提要求，但客人不能代替老板娘做决定。这个字我不签。好，苏姑娘，你刚才说我来谈条件，你说对了一半。我是来确认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确认你是不是他的徒弟。他当年在石灵司，我给他当了3个月的下属。有一天他跟我说，他要去人间开间茶馆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有一个小姑娘需要一间不会被任何人找到的房子，他要盖那间房子，他盖好了，你守住了。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是来看看他当年放弃了一切去保护的人，够不够格让他这么做。你够格。另外，巷口那个卖栗子的不是我的人，是封印殿的，他们已经来了。花姐，蛇啸的另一端是我娘，她被封在那儿多久了？花姐，蛇妖里面你进去过吗？师傅，我去找他。茶馆，等我回来再开。
这是……花姐，轮回井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谁的试炼？每一个想从妖界进入三界规则的妖和人。我娘，那是什么？风。药，辛苦了。小冕，你不该来的。你在这里等了16年，我来接你。封印殿的缝隙不是你能打开的，舍弃只能带你进来，不能带我出去。但你能为我做一件事。什么？杀了我。封印殿把我封在轮回井的水底，不是封我的肉身，是封我的名字。和你一样，我的名字也不在三界规则之内，但他们写不进去我的名字，只能把它锁在这里，用轮回井做锁，用16年做钥匙。只要我的名字还锁在水下，封印殿的碑上就永远有我的位置。他们用我的名字在维系整个封印系统，我只是一个锚，一个被钉在轮回井底部的锚。杀了锚，碑就碎了。碑碎了，你在外面的名字也会碎，封印殿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我不杀你，师父把我从你身边带走的时候，他没有杀你，他花了16年开茶馆藏符文，把所有能找到我的人一个一个拦在门外。花姐守了我3年，连命灵都不要了，他们都没有放弃你，我凭什么放弃你？封印殿封你的名字，名字不能改，但名字可以挪，从轮回井的水底挪到另一个地方。一个封印殿管不到的地方。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苏木。你比你师父胆子大。要，他还是不喝小猫泡的茶吧。现在就走！封印殿发现碑碎了，他们会派人下轮回井，带着苏木和天机纸回茶馆。娘，跟我回家。好。他连壶都没换。要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还不让任何人碰下巴。苏木，你生了一个好女儿。忘归。娘，我泡茶给你喝。龙井我手种，茶叶放的有点多。人好多。多吗？才60桌。我是说活人。16年没见过这么多活人了。你师父把你教得很好。他没有教我，他就是每天泡茶给我喝，泡了3年，我看着看着就会了。他以前在天河源头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不说话，只是做事，做完了看你一眼，意思是该你了。你认识师父在假意卷宗之前？认识，我认识他比认识你爹更早。你爹叫望尘，他不属于三界，不属于天庭，不属于妖界，不属于人间，他是天河源头的人。不对，他不是人，天河源头没有人，他是天河本身。天河化形，天机纸上写此名，由天河源头录入，录入者望尘，来源未知。对，他把你写进了三界，一个天河化形的东西，把自己女儿的名字写进了石令司的卷宗。他以为这样能给你一个合法的身份，一个不被三界排斥的理由，但他不懂，天河源头的东西，名字一旦进入三界规则，就会被规则本身视为漏洞。石令司会来查，封印殿会来封，因为你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：三界不是全部，在三界之外还有别的。天庭容不下这个证明。你师父看到贾谊捐布的那一刻就明白了，他给望尘当了700年副手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天河源头意味着什么，所以他撕了那一页，
抱着你逃到人间，走之前来找我说，苏沫我要藏一个人，藏多久？藏到他能自己选择，选择什么？选择要不要当他自己。爹还在吗？还在。封印殿封我的时候，他在天河源头。天河的规则和封印殿的规则不同，他不能直接干预，干预就是宣战。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，把我封在轮回井的时候，在我的名字旁边加了一道他自己的封印，不是关我，是保护。封印殿以为他们封的是我，其实他们封的是他的封印。16年来，封印殿的碑压的是我，碑底下真正承受所有重量的是他。娘，封印殿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他们的碑碎了，毛丢了。苏小棉，你在封印殿的系统中触发了甲等警戒，你的名字不在3界规则内。你母亲的封印碑被你用天机值转移，封印殿碑殿的根基因此受损。3条，任何一条都足够我封你。但我今天来不是封你，我是来给你最后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你在茶馆门口重新打开蛇药，把你母亲的名字从天机纸上移回轮回井的封印碑。封印殿恢复原状，我撤销一切对茶馆的追踪。你继续开你的茶馆，继续泡茶，继续收3文钱，一切回到16年前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刚才说的3条。我的名字不在3界规则内，我娘的封印碑被转移，封印殿碑殿根基受损，这3条都不是我们的错，是你把不该封的人封了，是你把一个名字钉在轮回井底下当锚，是你把一个活着的人变成碑的零件。我师父教过我，茶到了就不能倒回去，人出来了就不能塞回去，名字写了就不能当没写过。你今天来不是来给选择，你是来跟我谈判的，因为如果封我有用，你刚才就封了，你没封是因为你封不了，门框上的符文你打不开。师父藏我的时候用的不是3界之内的符文，是天河源头的符文，你管不到。你说的对，你师父用的符文封印殿确实打不开，所以我不是来封这道门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封印殿打不开的东西，天庭不会放弃。甲等封印令一旦启动就不会撤销。今天来的是我，下次来的不是我。苏小棉，你师父用一生藏了你。你娘用了16年替你扛了封印殿的碑，你爹从天河源头看了你16年，却不敢碰你。我认得这几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把命中最重的东西放在了你身上。你的名字不是写在甲乙卷宗上的，是写在他们骨头里的。封印殿给不了你公平，但规矩是规矩，封不了你的门，封令就不会撤销。3日后，天庭会派第3批人来，不是封印殿，不是时令司，是凌霄殿。3天以后凌霄殿来，他们说要封我，因为我名字不在3界规则之内，因为封印殿的碑碎了，因为我把我娘从轮回井带回了家。这杯茶我替师父敬各位。3天之后，愿意来喝茶的来喝茶，愿意来帮忙的。娘，差不多了。早，今天不喝茶，今天是来还债的。上次那杯茶钱付少了。我没喝过你泡的茶，但我徒弟喝过。他跟我说，有个开茶馆的姑娘不收零食，收故事。我来看看收不收故事。请到甲了？没请，直接跑了。你师父以前说过，该跑的时候不用请。苏姑娘，上次那杯凤凰木龙井，让我写出了300年写不出的东西。今天来不是为了喝茶。我知道。苏小棉，你在封印殿的系统中触发了甲等警戒，封印殿之主的甲等封立令被你挡在门外。
封印碑殿的根基因为你的行为受损，凌霄殿收到上述内容，决定由我来做最终裁定。但在我做出裁定之前，你需要知道一件事：凌霄殿不是今天才知道你存在的。凌霄殿16年前就知道你的存在，因为苏望回在思卷宗之前，先给凌霄殿写了一封信，信上只有10个字：此人不封，封他封我苏望归。苏望回这个名字，在天庭上令司任职期间，处置卷宗147321件无一错漏。他是时令司历史上最好的主管，他写封他即封我，凌霄殿需要慎重。所以我们等了16年，飞升，等他不在3界之内，等他管不到凌霄殿的裁定。16年到了，你师父飞升了，没有人再替你挡了。你漏了一个人，望尘。凌霄殿等了16年，等我师父飞升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爹也等了16年，他在等什么？望尘不能干涉3界之内的事，天河源头的规则和凌霄殿规则是平行的。他不能，他不能。但你们封了他女儿，封了他妻子，16年，他没有干涉，他只是看着你们把我娘钉在轮回井底，看着封印殿在巷口摆糖炒栗子摊儿，看着封印殿之主亲自到茶馆门口下甲等封领令。他没有干涉，因为在你们的规则里，干涉是一个很重的词。他把这把钥匙放进了师父的抽屉，蛇钥是妖界的通道，但它不只通妖界，它通所有不在3界规则之内的空间。我师父用它在茶馆和轮回井之间开了一扇门，我爹用它在天河源头和轮回井之间开了另一扇门。我娘在水底16年，为什么没有封？为什么没有散？为什么封印殿的碑还能压得住？不是因为碑重，是因为他每天都能看见我。我爹用蛇翼在天河源头开了一个窗口，每天16年。他没有干涉，他没有伸手进轮回井把我娘拉出来，他只是让她看见我。我学会走路那天，我打碎师父第一个杯子那天，我第一次沏出能喝的茶那天，我娘都看见了。凌霄殿管得了我师父，管得了我娘，管得了我，你们管不管得住天河？凌霄殿的裁定分3种，第1种封，第2种纳入管辖，第3种不予裁定。凌霄殿关于苏小棉、苏木与望归茶馆的一切裁定，不予裁定。从今日起，上述人事物不在凌霄殿管辖范围之内，苏小棉的名字不在3界规则之内，3界之内任何人、任何司、任何殿不得管辖。这不公平！你师父用一生藏了你，你娘用16年扛了封印殿的碑，你爹从天河源头看了你16年，却不敢碰你自己的名字不在3界规则之内。但这个裁卷不是在偏袒你，是因为凌霄殿没有资格裁卷你，你不在规则内，规则就管不到你。这不是我们的选择，是你师父、你娘、你爹在选择把你留在规则之外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替你做了决定。另外，关于那个飞升，你师父不是飞升失败，他是故意走的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留在3界之内1天，凌霄殿就1天不能动你，他走了，凌霄殿才能来做裁定。他用自己的消失换来了这场裁定，他算到了每一步，包括我撕掉最后1页。老头子，你徒弟今天替你喝了一杯。道宗放松，打不起来了。开门了，排队。